两位认识多久？1年多了。哦、但是他跟我交往的当中，他跟其他很多女孩子都有暧昧关系。我听明白了。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讲清楚。所以他就小心眼。有时候我跟我一些朋友啊、一些客户啊发一些信息啊，大家相互。所以那信息上面，你那信息上面就亲爱的，吃晚饭了吗？亲爱的，我想你了。你应该这样说吗？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了。你跟称呼有什么关系呢？之前我手机坏了，刚好你有个备用手机，我说借你手机用一下，你当时就说不行。干嘛用旧手机啊？你说你给你母亲用了，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备用手机还在你抽屉里，并且电池是满的，里面另外注册了一个微信号，上面都是你跟其他女孩子的聊天信息。什么宝贝亲爱的，当时我心里一下就凉了。我这么相信一个男人，我1年以来把我最美好的初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信息是跟朋友一起发的好玩的，或者是好玩的吗？联系感情用的。就像我当初你认识我的时候也是这么说。你们俩当初怎么认识的？我跟他是微信朋友圈中认识的。当初他那个头像是一个很可爱的那个小动物，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就对他蛮有好感。后来我们就聊得蛮熟悉了。我在微信上面看到你跟别的女孩子的聊天信息，跟我认识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当我看到这个手机的时候，我联想到以前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你一直都在欺骗我。都有些什么事儿？你觉得他一直在欺骗你？就是我刚开始跟他交往的那个时候，交往了大概1个月，然后他的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他已经交往了20几个女朋友，你不要太相信他的为人。但是我没在意那么多，咱俩出去玩，照片挺多的嘛，我就是要求让你把我们俩的照片放在微信上面，让大家都知道。我都快30岁的人了嘞，你放过吗？我要跟你这个小女孩一起。你放过吗？你心里面有我吗？晒爱情啊，晒幸福啊！我只是让你把我们的照片放到微信上面，让大家都看到你有女朋友。你说你衬衫丢了，那次刚好我在你店里面，你刚好有事出去了，一个女孩子跑进来，她就很嗲的语气都说：“哎呀，陈医生在没？”我说她可能有事去了，你打电话给她吧。她说你是谁啊？你新来的吗？然后我就说我是他女朋友。什么？他都有女朋友了？那行，那得了，那东西你给他，我不等他了。当我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衬衫是他的。因为我们医院有一种那特殊的服务，对于老客户。什么特殊服务了？对老客户啊。然后听，什么特殊服务？我听听。狗狗病得比较重啊，或者是狗狗体型很大，上门出诊的，就不需要客户跑到我们医院来。那你的衬衣怎么也丢在人家家了？我到他们家去看病嘛。然后衬衣怎么就没了呢？看病的狗狗它搞脏了我身上，你就是在街头，我就脱下来了嘛。一个普通的客户没必要。不是普通的客户啦，他是我们的 VIP 会员，好吧？那次他跟我说好了要跟我去旅游，刚好接了一个婚宴，我就说我去不了，他说那我一个人先去吧，你就在家等我，我很快就回来。然后我就说那我给你订票吧。然后他那次就是说不要了，我已经订好了。我就好奇，也挺紧的。我好奇，你懂不？他没时间去了。每次都是我订票，这次他就订好了。然后我很好奇，我就打开那个订票的网站，我一下懵了，因为除了他一张票，还订了另外一张票，就是一看就是明显一看就是女孩子的名字。当时我心里一下就凉了，快要死的心都有了。当时你知道吗？这是客户吧 ？VIP 客户吧？有一特色服务，到外地去给狗狗看病是吧？那不是，那次确实是想要叫他一起过去玩一下吧，他没时间。刚好那客户跟我一起，他有时间，而且他狗狗前段时间在我们这里看病，已经死了，心里好伤心了，想出去散一下心。我就顺便跟他也订了张票这有什么呢？对。那谁知道你们孤男寡女在外面能干什么事出来呢？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跟他分手，因为我真的是。谁不愿意分手啊？你不愿意分是吧？我肯定不想分啦，我是想跟他结婚的啦。我这1年多对你付出的感情都白费了吗？你吃我的住我的，然后我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不是，你不要还回来。你凭什么要我还给你？你把我撂这里算什么？你凭什么要我还给你？我都快30岁的人了，好吧？那我1年以来我陪伴你的青春呢？你是不是也得赔偿我？还有那一次我们俩吵架，你打电话骂我妈。那你是不是得我妈的精神损失费你也得算进去，你也得赔偿我啊？我天，我听了半天，今天不是来谈和还是不和的，是谈分手要钱是吧？我真的是不想跟他分手。听明白了，不想分手。说你母亲今天也来了是吧？对。我们把女孩的母亲也请上来啊，有请。你是这样对我女儿的是吧？喂。我女儿哪里对不起你了啊？阿姨。你到我家去，你爱吃什么我搞什么给你吃，结果你这样对我女儿的是吧？我女儿让你欺负是不是？喂，大姐。我女儿干不上这样对我女儿。马上了。为什么？来，大姐。马上了。再吃我女儿。来。
来，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长辈，我跟你说，张无理，特恨他是吧？是的，听到这样的事情，你说生不生气啊？其实如果觉得不合适，又是谈恋爱，大家分开不就算了吗？对呀。他在纠缠是吗？我确确实这1年多了，对啊，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的，就是一些这样的小事情，他就喜欢大吵跟我大吵大闹的，然后搞得现在究竟都要分手了，一下子我真的接受不了。哦。那你究竟是谁对谁错呢？是你自己在外面乱七八糟的，你知道不？那也是为了工作的需要。都不要吵了，你承不承认跟一些这个客户走的可能稍微近了一些？这个确实有，我也跟他说过，我让他理解我。刚才妈妈一上来感觉到很愤怒，是不是妈妈？是的，他作为一个男人说，付出这么一点点，要我女儿赔偿他，这会从哪里说起啊？不是，人家没有说赔偿，人家的意思是不愿意分手，提出不要分手，但是当时不要那么做，你知道吧？哎，真的对不起。什么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解决了吗？那您希望他怎么做？我希望他怎么做？他这个男人能改掉吗？我不可能把我女儿嫁给这种男人的，我跟你讲，主持人。哦，这是您的意见和态度是吗？是的，我坚决不同意的。好，谢谢妈妈，妈妈你回去休息一下好吗？谢谢啊。姑娘，这是你母亲的态度，你的态度呢？我的态度，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挺在乎他的，是不是？对，毕竟也有感情嘛，1年多。你自己好好想一下，这1年多，我对你付出了多少了？其实我知道他对我好，就是因为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真心是受不了的。他在我心目中那么完美的一个形象，突然就是这样毁了。听明白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既然你还那么在意他，客户的一些方式方法的讲究，就是吧？女孩，我觉得其实你今天来也不是那么决绝，内心当中是有不舍的，对不对？但是他那个态度是我觉得这个态度得批评你。首先不能跟老丈母娘这么说话。我跟我丈母娘说话都非常注意，尤其是未来的丈母娘。另外，你那个理由是真的会惹人生气。你不光是你老丈母娘能惹人能气，你换谁都得生气。男子汉大丈夫，就算是你俩分手了，你替人付出，人没替你付出吗？心里太急了。对，当然我觉得哈，如果你们2个之间还有感情，还想在一块儿，得多想想。男生这种维护客户的方式，你的女朋友她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她没有那么大度，她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你这种特色服务的。那在这样的前提下，你就必须要做一个抉择，你是要他，还是要你现在继续的这种方式？我愿意选择他。如果选择他，你一定要去问他的感受，你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方式是他能够接受的，过了这样的方式是他不能接受的。列一张清单，你们2个人去制定2个人的专有的具体标准。我就从男人的角度说点我真心想说的吧。什么特色服务啊？不就是出卖色相吗，兄弟？但我长得也不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好出卖的是吧？我发现你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特别能替自己圆。花心大萝卜未必要长相长得都跟刘德华、吴彦祖似的，恰恰一些长相平庸的男人特别受女生欢迎。这类男人有几大特点：一，特能说。他说了一个，特别能说，而且特别能说女孩想听的话。第二，不带女孩参与自己2个人之以外的一些朋友圈。为什么呢？容易露相。你认识他的朋友吗？很少。第3点，手机都是手雷。你看我的手机就是侵犯我的隐私权，这是对我的不尊重，对爱的亵渎。手机里面太多不可告人的东西了。这是我认识的人渣型花心大萝卜的几大特点。所以我只基于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不是特色服务，而是习惯性的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所以我想跟这个姑娘说，别跟她在一起。就像戴眼镜那姑娘，我们刚才劝她似的，难道人生只有一次选择吗？她把眼镜摘了，为了怕我们认出她来。姑娘，跟这姑娘说事，难道人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吗？难道你不给自己纠错的机会吗？如果你不给，我也无法勉强你继续过。如果你给自己一次机会，我觉得我帮你认清了他的本质。我们平常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这话今天放这儿要改一改，叫“人在做，狗在看”。他那个宠物店里的全是狗啊！如果那些小狗会说话，他一定会把他们真实看见的所有场景
都一五一十的描述出来，可能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还会更多。只是它不是人，但是它也有生命，狗也通人性。但是有些人是没有人性，你对自己的爱人也像对待宠物一样。显著特征：第一，控制，我不让你知道的东西你肯定不知道，你完全在我的控制当中，这可不就是对待宠物的感觉？把自己的爱人置于谎言当中而茫然不自知，这是骗子之举。和对方闹掰了就问别人要钱返还财物，这是小人之举。然后跟对方之间争执不下就打电话给人家的母亲，这是流氓之举。所以我还说什么呢？你真的应该向你那一屋子的小伙伴们学习呀，因为狗的天性就是忠诚。所以我跟马丁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也不承认有什么特色化服务。我认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昭然若揭。我不同意你跟他在一起，但是基于我们这个舞台上总是出现惊天大逆转，所以我只有一句话送给这位男生和所有想要胡来的男生：狗的忠诚是男人一辈子要学习的课程，对不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真诚的面对是最重要的，剩下的时间就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年。刚才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育，我深深的记在了心里。以后的话，如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会继续的像以前一样对你的好。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不要再提任何要求了，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我都计划了1年多了，我要跟你结婚的。你对我的关心，我确实都记着，对我的温柔。可是我现在就是说，你能不单独跟别的女孩子出去玩吗？可以。好，时间到，2位走到各自来的那神奇之门去吧，因为那儿有一个惊天的秘密等着你们。来，来，请关门。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看好这一段吗？看好请选赞成，不看好请选反对。来，请选择。现场有68.75%的观众是觉得不太看好的，我还是想问看好的观众朋友，你们看到了什么？谁是看好的，请举手示意我。我赞成，原因有2。第一点就是这个男生具备他们将来作为以后他们幸福婚姻的一个物质保障的基础。第2点就是一个男生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和他什么样的女人值得他喜欢，那么这样的婚姻注定是愚蠢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男生特别聪明，所以我坚信他会很快考虑到这点。一个是看中了这个男生的物质条件哈，第2个谈到了他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在做选择和比较。你选的是反对是吧？理由呢？我觉得这样的男生没有必要再跟他继续了。你看这个女孩子跟男孩子的观点不一样哦。刚才还有个男生说他挺看好的是吧？我觉得这样，他俩现在没有结婚，对不对？一个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他是多种选择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最终的另一半。所以我认为他接触别的女生也是对的。第2点，他既然还跟这个女生今天走到这个台上，证明这份感情在他所有的暧昧之中，他是最重视的。所以我觉得他俩还有可能。不得不多说2句，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么年轻的年轻人哈，他们是这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多接触一些，多选择一些是无可厚非的。你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多接触、多选择，好事情。确定了恋爱关系，就是要认真负责的一段关系了。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坎儿的。对，它是有一个界限的。你不要确定了关系，再去多选择、多接触，那这是有问题的。好了，接下来就你这问题，我让全场的女生做一个表态。一个男生跟你说，我们俩谈恋爱啊，我再广泛接触几个，能接受的你们选赞成，不能接受的你们选反对。我来看看这个，男生也可以选啊，
就女生也可以这样说吗？如果男人可以这样做的话，女生也可以这样说吗？这是我们2个年轻人谈的所谓的新锐观点嘛？我们看有多少人是接受的。好，现场有94.29%的观众就觉得这事儿挺荒谬的，根本不能接受。但是还有5.7%的现场观众是接受的，接受的人请举手。你支持这观点对吧？我感觉它这个分一些度，这个度你如果拿捏的好的话，你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必须告诉你，这里面没有度，就是刚才陶老师说那是一个分寸。只要明确了男女朋友关系，再这样就不对了。在此之前，可以。或许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我就一个问题，我就有一个问题问你嘛。假设这姑娘跟你谈朋友，然后这姑娘说：“哎，咱俩谈着啊，我外面还没看好呢，你接受吗？”乐，你们俩接受吗？还有话说，行，你接受是吧？对，你接受吗？接受是吧？对，分2种情况啊。你看还分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不是他想要的那种不是他想象那种人。第一种情况，那叫分手。2个人的感情出现问题，那叫分手。现在不是感情问题，我觉得在大是大非上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前提条件是我明确了跟一个异性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要往前发展。这个时候我还有没有资格和权利去了解其他的？我们用一个最通俗的词，沾花惹草。可能就是说这是通病啊。你把话筒给我吧，你这基本就没什么可说了。你是干嘛？我自认是反对的，但是她是我女朋友，她竟然赞成，我想听一下她为什么赞成。好吧，还有内斗的，来，姑娘站起来，哎。我赞成，是我尊重她的意见，这是我这么说吧，他说了，亲爱的，我还要在外面去选择，你会尊重他的意见，那你是继续跟他交往，还是离他而去？离他而去吧。得了嘛，那叫反对嘛。我绝对不会在外面再找的，只对他一个人好。我们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新锐的、激进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在生活里面有一些规范性的东西、规矩性的东西，当你新锐的时候，其实你违背了一些东西，而做违背东西的，最后伤害的是你，就好像这个家伙一样啊。赵川的观点我非常的赞同，我甚至不会想到，对于这样的一个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问题，居然会有那么多所谓的看法。我想重点来谈谈刚才某个男生所谓的度的问题。什么是度啊？度就是不确认关系呗。不明说呗，人毕竟跟动物是有区别的。度就是你们所谓的技巧呗。不表态，不负责任吗？不说明吗？就有更多的选择吗？结了婚还可以说原来我真的不爱你，我可以再选择吗？有些问题没有的商量，底线、原则。大是大非。我觉得很好，我们这样交流。我相信你们可能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是这样做的。我提议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要给那2位男生啊一些鼓励，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让我们在一个问题上更加清晰了。谢谢这2位男生，来谢谢他们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大夫的选择，看看大夫女朋友的选择哈。一起来数5个数，5、4、3、2、1，请开门。民意被顺从的时候，你的心里多舒坦呀！啊，秘密也带走了，人也走了，我觉得这倒不失为一种对2个人来说更好的一种方式。